我曾經聽人講過，當你唔可以再擁有嘅時候，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令自己唔好忘記。在华语电影史上，香港武侠片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更被视为世界电影潮流中华语电影的一大代表与独特的文化现象，对全球影坛影响深远。张彻、胡金铨、徐克、袁和平、周星驰等一代代武侠导演自上世纪以来不断传承并创新武侠电影的精神脉络。而王家卫这位武侠世界的散文诗人，更以一部《东邪西毒》为华语武侠电影的画卷添上了诗意而深刻的一笔。1993年，王家卫率领一众影帝影后北上陕西榆林沙漠，以独特方式创作出《东邪西毒》。更令人称奇的是，制作方凭借同一套全明星阵容，在同一时期完成了2部风格迥异的电影，这在世界影史上也属罕见。演员们白天沉浸于文艺深沉、反复打磨的《东邪西毒》，夜晚则切换至刘镇伟执导的无厘头喜剧《东成西就》，尽展疯狂幽默一面。这样的尝试其实是王家卫给自己和投资人上的一个保险。也正是这样的操作，先上映的《东成西就》在1993年的春节档上映后，票房大获成功，轻松收回了投资成本，而让王家卫有底气继续打磨属于他的《东邪西毒》。该电影完全解构重塑了金庸原著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仅仅留用了原著中几位人物角色姓名，构建了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充满现代主义色彩的武侠世界，实则为借金庸之壳塑王家卫之魂，为华语武侠电影开创了一个新的武侠世界风格，探讨记忆、时间、孤独、拒绝与爱情的现代情感寓言。影片聚焦于一群江湖顶尖侠客在情感上的纠葛与痛苦，揭示了大侠们辉煌背后不为人知的脆弱与无奈，更或是王家卫自我感受的一种现实映射。而 UP 个人认为，无论是导演也好，还是演员也罢，这部电影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创作挑战。在漫长的拍摄过程中，导演一度在片场中全靠即兴创作，无固定剧本与台词，让一众大佬承受极限施压，完成前所未有的荧幕尝试，最终熬出这部过程曲折、耗时极长却独树一帜、晦涩又迷人的传奇佳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王家卫的经典之作《东邪西毒》。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欢迎来到观影悟道。我们今天讲述的是王家卫在2009年3月内地公映的重制版本《东邪西毒》终极版。此版本用了新的电影配乐和时间节气叙事，相比早期版本让电影脉络更加清晰。为了纪念哥哥张国荣，王家卫将电影的最后一格留给了他。影片开篇，水墨般的底片缓缓展开，豪华演员名单逐一呈现。天地异象，月影遮日。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张国荣饰演的欧阳锋与梁家辉饰演的黄药师于戈壁荒土中拔剑对决，似乎要分出生死高下。原以为二人是仇敌，后却发现他们早是相识多年的挚友。那时江湖人士多以绰号行走世间，欧阳锋自称来自西域白驼山，这是金庸笔下的虚构地名，传说那里的人善用毒。镜头切入第一人称视角，伴随欧阳锋的自述，他正推销自己那套杀手前科的买卖。至于是谁要买凶杀人，观众一无所知，只能无限遐想。此时的欧阳锋早已离开白驼山，在沙漠中以杀手中介的身份苟活，过着独特的江湖人生。接着就是影片里的第一个节气惊蛰。每到这个时候，黄药师都会从东方骑马而来，找欧阳锋喝酒叙旧。这一年，黄药师带来一封手信和一坛酒，他说遇到一个人，那人送了这坛名叫醉生梦死的酒，喝了能让人忘掉一切。黄药师本想整坛送给欧阳锋，但最后决定分着喝。话里话外也能看出他心里正被困惑折磨着。欧阳锋嘴上说对这种古怪玩意儿没兴趣，不敢尝试，其实是他心里不愿面对现实，更不想忘记过去。那一晚他没有动那坛酒，把这坛醉生梦死留了下来。从那天起，黄药师开始慢慢失忆，忘掉了与他的种种过往，只偶尔能想起一些零碎的东西，比如一个鸟笼。醉酒之后，在现实与记忆的错乱之间，黄药师仿佛看见一位红衣女子轻抚着他的头发与脸庞，随后转身离去，只留下模糊的背影。次日天未破晓，他便骑马酒驾疾驰而去，幸亏那个年代还没交警叔叔查酒驾。
欧阳锋独自目送他远去，直至身影消失在戈壁沙漠的尽头。他隐约猜到黄药师此番心事重重，多半是为情所困，困于某个女人。黄药师骑马跑了1个多月，来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那是他好友的故乡。多年前好友大婚时，他曾在此小住，后来好友离开，他也再未踏足此地。此时画面中出现一位神情忧郁、心事重重的女人，正是梁朝伟饰演的芒剑客的妻子桃花刘嘉玲氏。事实是黄药师睡了芒剑客的妻子桃花，导致好友关系决裂，而画面中并未直白呈现，转而以桃花在水中牵马，回望黄药师远去的怨恨眼神来暗示。接着是桃花躺在马背上，用手抚摸着马脖子，桃花的玉足掩映了大马的那家伙事儿，身体与骏马在粼粼波光中交织。最后桃花双手紧紧握紧了骏马的脖梗。很明显，桃花想起了和某个男人过往的鱼水之欢，而如今却似乎再也得不到。导演王家卫就是用女人和马的镜头语言隐喻男女之间的情欲关系，抽象而又不失高雅，艺术氛围确实超前。镜头一转，失忆后的黄药师想请芒剑客喝酒，却被对方婉拒，只要清水。黄药师隐约觉得对方有些眼熟，而芒剑客直言不讳：你曾是我最好的朋友，但现在不是了，因为黄药师背叛了他，把他的头顶变成了一片大草原。他问黄药师来这里做什么，黄药师又提到那坛神奇的酒，想让芒剑客尝尝。芒剑客冷冷回道：酒越喝越暖，水会越喝越寒。芒剑客曾发誓要杀了黄药师，但真正相见时却没有动手，因为他的眼睛已经近乎失明了。酒馆中，一位女扮男装的客人引起酒保注意，正是林青霞饰演的慕容燕。她性情刚烈，稍感冒犯便拔剑杀人，火气极大。黄药师闪身上前按住她的剑，顺势给了她一个台阶，温言劝道：你喝醉了。然而他低估了慕容燕的脾气，剑光一闪，黄药师当场受伤。可他非但不怒，反而放声大笑，笑声里尽是浪荡与不羁。这般危险又迷人的性子，真叫人忍不住喜欢啊！时间回到1年前，大漠黄沙弥漫，立春之后，欧阳锋的生意惨淡，1个月只来过1个客户，正是慕容燕。他要买黄药师的命。为了抬高价码，欧阳锋提醒他，黄药师是江湖上顶尖的剑客。然而慕容燕态度坚决，不惜一切代价，只附加一个条件，必须亲手以最痛苦的方式了结他。欧阳锋很好奇，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恩怨。原来有一天晚上，黄药师与慕容燕在酒馆对饮时，黄药师眼神暧昧地轻抚慕容燕的脸，玩笑说道：如果你有个妹妹，我一定娶她为妻。慕容燕指尖一紧，筷子轻轻滑落，心中暗喜，这戏言于他正是求之不得的承诺。他爽快应下约定，并要求黄药师誓不反悔，否则必取其性命。看得出来，这里慕容燕早已爱上了黄药师，并笃定要吃定了他。很快约定的时间到了，慕容燕精心打扮，换回女装，变成妹妹慕容嫣。满心期待，却被黄药师放了一个大鸽子。随着一声大吼，他痛苦欲绝，从此精神分裂。随后他以慕容嫣的身份找到欧阳锋，试探着问：我哥哥慕容燕是不是来找过你？欧阳锋心知肚明，也配合着演出，说好像是来过。慕容嫣一会儿要他杀黄药师，一会儿又出双倍价让他杀自己哥哥。UP 估计此刻的欧阳锋 CPU 都快干冒烟了。欧阳锋看透不说透，他知道爱得越深，伤得越狠。慕容嫣疯笑着离开后，慕容嫣又出现，找到欧阳锋。我妹妹是不是来找过你？她来找你做什么？她叫我杀一个人，名叫慕容燕。一定是黄药师叫她这么做的。没有黄药师，她也会这么做。她要离开你。我不会让她离开我的。面对这对兄妹无休止的身份切换，欧阳锋决定终结这场戏。于是他对慕容嫣说，他已经找到了哥哥慕容燕的弱点，那就是要杀掉他最爱的那个人。可问题是，如果他杀了慕容嫣，就没有人来付钱了。欧阳锋其实早就看透，所谓的哥哥与妹妹，只是慕容嫣心里分裂出的不同人格。这样一来，慕容嫣更加疯癫，彻底陷入恐惧之中，幻想着有人在追杀他。此刻的他不仅人格分裂，更在单一人格中也出现了错乱。欧阳锋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给他喝了点酒，睡着了。后来慕容燕又来找欧阳锋，追问妹妹慕容嫣的下落。欧阳锋说有人要追杀他，他已经离开逃走了。慕容燕又问，如果黄药师真那么爱他，为什么会离开他？有些人离开了之后才发现，离开的人是自己的最爱。随着酒碗破碎声，慕容燕和慕容嫣融为一体。他盯着欧阳锋，却把他当成了黄药师，激动地说，你曾答应要娶我为妻，我怎么可能认不出你？接着把约定的那一天的细节又仔仔细细地复述了一遍。如果有一天我忍不住问起，
你一定要骗我，也不要告诉我你最喜欢的人不是我。欧阳锋目睹这一幕，也陷入了沉思。他觉得这一天格外漫长，他仿佛同时面对两个人。他不仅分不清慕容燕和慕容嫣，也分不清这是他人的情感故事，还是他自己的了。有人曾问过欧阳锋，这辈子最爱的女人是谁？他没回答。可当他把自己想成是黄药师时，才发现那句话其实并不难说出口。那一夜，欧阳锋在梦中仿佛感受到最爱的女人正抚慰着自己，她是张曼玉饰演的大嫂。镜头一转，现实中伸手相触的却是慕容燕，而慕容燕心里念着的那个人其实是黄药师。至此，人物身份与情感对象发生错位，彼此将心托付在对方的幻影之中。王家卫用蒙太奇将这层错综复杂的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自那以后，慕容燕与慕容嫣兄妹再无人见过。直到数年之后，江湖上忽然出现一位性情古怪的剑客，他喜欢对着水中的倒影独自练剑，人称独孤求败。夏至这一天，欧阳锋的门前来了一个女人，杨采妮饰演的孤女。她想请欧阳锋找人替她弟弟报仇，她的弟弟因为年轻莽撞，被太尉府的一群刀客残忍杀害。欧阳锋听完，问她能出多少价。孤女沉默片刻，放下了全部家当，一篮鸡蛋，一头驴。欧阳锋轻蔑一笑，嫌价太低，冷笑着让他去想办法筹钱，还说凭他的姿色去做皮肉生意也能筹到。孤女当场拒绝，她宁肯苦苦守在门口，也不肯出卖自己。欧阳锋冷眼旁观，却渐渐在她身上看见一个熟悉的影子，他的大嫂。欧阳锋的记忆回到了过去，他在梦里总是看见家乡桃花盛开的样子。自从离开白驼山，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那些美好的记忆都被他封存在那里。忽然一阵惊醒，打破了梦境。芒剑客来到了欧阳锋的门前，两人闲聊几句后，欧阳锋问他此行的目的。芒剑客说，每年这个时候家乡的桃花都会盛开，他想在完全失明之前再看一次，可是盘缠已经花光了，只能来找欧阳锋接点活，赚些路费。欧阳锋告诉他，几个月前有个朋友在这里杀了一批马贼，最近听说那些马贼会回来报仇，周边的村民们担心马贼的报复会殃及池鱼，愿意出高价雇人除掉他们。听说这一带有个人的刀很快，不知道他在不在？你找他干什么？想看看是他的刀快还是我的剑快。茫茫戈壁，芒剑客和刀客相遇，他们像西部片里的决斗一样，先互相吹嘘了一番。刀光剑影过后，芒剑客解决了刀客。芒剑客在这里装了个逼，说他不应该来，是因为刀客不是他的对手，要留刀客一只手，刀客却把命送给了他。这里着实被他装到了，也侧面反映了芒剑客也确实是位1等1的高手。芒剑客在随后的日子里，每天都会到欧阳锋这里喝酒吃饭。他看着门口苦苦守候的孤女，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妻子桃花，也想起了当年和黄药师的种种往事。他希望马贼快点到来，事成之后他要赶紧赶回去。他心里清楚，自己快要彻底失明了，家乡的桃花或许等不了太久。他每天在欧阳锋这里等待，越等越晚。天黑之后，芒剑客的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清了，但还是假装点亮了一盏油灯。这一晚，他让欧阳锋请自己多喝了1碗酒，他预感明天马贼就会杀到，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聚。欧阳锋为他准备了灯笼，芒剑客却回答不必了，因为他只能在阳光最烈时才能勉强看清。他希望明天是个好天气。临走前，他嘱咐了欧阳锋，如果他明天没能回来，就帮他带句话给黄药师，说他家乡的桃花还在等着。经过孤女身边时，芒剑客强吻了孤女，把心中压抑已久、无法诉说的对妻子的爱意全都宣泄在孤女身上。这一吻对他来说是与妻子的诀别。孤女的鸡蛋散落一地，泪流不止，而芒剑客心里依然没有把握妻子是否真正爱过自己。第二天，一大群马贼杀到，芒剑客独自坐在荒凉的驿站里，一边喝酒，一边静静等着马贼上门。他与马贼激战300回合，终究寡不敌众，倒在血泊之中。临死前的最后一刻，他脑海中浮现的仍是家乡桃花下妻子美丽的身影。风声伴随着血流声，芒剑客结束了他的一生。白露时节，欧阳锋结识了另一位高手，由张学友饰演的红七。他刀法极快，却偏偏不爱穿鞋。欧阳锋明知红七能替自己赚钱，却始终看不上他，只因命书说游记7数，7是他的禁忌数字。他拿些剩菜剩饭糊弄着红七，并居高临下地训斥着这个乡下来的愣头青。他给了红七一个没得选的选择，替他卖命，拿钱办事，做个杀手。为了让红七看起来更值钱，欧阳锋还特地替他买了双草鞋。穿鞋的刀客总比赤脚的更能唬住人。他带着红七去见村民，对他们说：我不敢说我这个朋友的武功比他们都好，
但是我现在跟你们说的是你们一家大小20几口人命的安全。至少在这方面，你们应该相信一个穿鞋的人吧。事后，欧阳锋特意带红七去看那些死于马贼刀下的尸体，让他研究对方刀法。他们发现马贼中有一人需格外留意，一个左手持刀的高手。红七却毫不在意，他对自己的武功很有信心。果然，在与马贼的战斗中，红七一人利索地解决了所有马贼。欧阳锋观察到红七不同于其他人，别人收钱随意，他却数得仔仔细细，分毫不差。这样的人，欧阳锋知道不会为他打工很久。不久，红七的妻子找来，欧阳锋骗他说红七已经走了，可这单纯的女人并不好骗，看见红七的骆驼还在，便知她就在附近。红七操着一口西北方言对妻子嚷道：可他那妻子执拗得很。红七半开玩笑地问欧阳锋：难道行走江湖还带老婆？欧阳锋笑着回答，也没说一定不行。这边孤女依旧执着，每天都来找欧阳锋，希望他能帮忙替弟弟报仇。欧阳锋想点醒他，若要报仇，就必须先放下自己。世上每个人都有坚持的事，同一件事，有人觉得是浪费时间，有人却视若生命。转眼到了农历15，天降大雨，最终还是红七出手，帮孤女完成了复仇。那一夜大雨滂沱，他独自杀进太尉府的刀客，事后只象征性地收了孤女一个鸡蛋作为报酬，却赔上了自己的一根手指。欧阳锋很好奇，问红七这样是否值得。红七回答说不值得，但我心里痛快，这才是我自己。言下之意，他不愿成为欧阳锋那样的人，一个不会为一枚鸡蛋冒险的人。红七伤口感染，性命堪忧，孤女又来求欧阳锋救红七，欧阳锋却更加恼怒，因为眼前的局面正是因孤女而起。他让孤女自己想办法去救红七，看她是否愿意为救人而牺牲自己，而红七却安慰孤女说帮她是自己的选择，并无谁欠谁的说法，况且已经收了她的一个鸡蛋作为报酬。之后孤女牵着毛驴离开，从此不再出现。雨过天晴，红七的妻子坐在土坡上哼唱小曲，或许是红七伤愈了，或许是情敌离开了。红七右手再也无法使刀，他望着沙漠那边的山，好奇地问：那背后是什么？是另外一个沙漠。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我想告诉他，可能翻过山后面，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回头看，会觉得这边更好，但是他不会相信。红七于是决定带着妻子重新上路，继续闯荡江湖。欧阳锋明白，红七的妻子之所以能笃定跟随他，就是因为红七够简单。望着他们离开，欧阳锋心里产生了一丝妒忌。曾经他也有同样的机会做选择，他却放弃了。红七逆风而行，去往了北方。3年后，他加入丐帮，成了丐帮帮主。欧阳锋又想起往事，每一次他想起那个女人，天都会下起大雨。后来那女人赌气嫁给了他哥哥，成了他大嫂。欧阳锋只好默默离开白驼山。有一次，他回到故地，见到身穿红裙的大嫂，冲动之下，他伸手搂住她的腰，但大嫂心意已决。无论欧阳锋怎么做，他都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其实 UP 觉得这更像是小情侣吵架怄气的升级版，但是这个代价未免也太大了。争执中，大嫂手中的竹灯从高处跌落，寓意着他们之间的可能彻底打碎了。次年立春，欧阳锋抵达芒剑客的故乡，见到了他的妻子桃花。他一眼便认出丈夫随身的那条汗巾，他大概知道芒剑客已经死了。欧阳锋为的是看桃花而来，却发现这里没有桃花，只有一个名叫桃花的女人。欧阳锋这才幡然醒悟，为什么黄药师每年去探访欧阳锋一次，并不是为了来看他，是因为黄药师也喜欢欧阳锋最爱的女人。画面来到大海边，大嫂看着自己的孩子，说起孩子的性格，分明心里想要，嘴上却不肯说出来，一定要你送到他面前才肯要，实际上却像是在说欧阳锋。日子一天天过去，大嫂越来越无法忍受欧阳锋的优柔寡断。黄药师在一旁静静听着，他深爱着这个女人，却从不说出口，因为在他看来，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每一次看到大嫂的孩子，他便明白，他心底深处依旧放不下欧阳锋。大嫂明知欧阳锋爱着自己，却执拗地要他亲口说出那3个字，可欧阳锋始终没有，于是他们的人生从此分叉。她选择嫁给欧阳锋的哥哥，用这种方式报复他。黄药师这才认清，在感情中并没有对错和胜负。大嫂在镜中看着自己，没有爱人的相伴，世界仿佛变得毫无意义，整日郁郁寡欢。他问黄药师为什么不告诉欧阳锋他的下落。黄药师说，因为答应过他，所以一直没有说。但实际上他也藏着自己的私心，只想给自己留下一点可能。最终大嫂伤心欲绝，病死了。从海鸥声和海水声，我们可以猜到
大嫂早已离开了西域的白驼山，她来到了东海边桃花盛开的地方。临终前，她将一坛醉生梦死交给黄药师，托他带给欧阳锋，让欧阳锋忘掉自己。没有了记忆，也就没有了烦恼。从那天起，黄药师也开始学会遗忘，唯独留下的是他对桃花的眷恋。6年之后，黄药师隐居东海桃花岛，自称桃花岛主，号称东邪。又到了1年惊蛰时，这一年黄药师没有再来探访欧阳锋，大嫂的病逝让他没有了再次出发的理由。很快，欧阳锋收到了家乡的来信，大嫂在2年前的冬天离世了。也就是说，影片开头黄药师带酒来惊蛰的前1年，他已经不在了。也许是习惯，欧阳锋依旧在此等着黄药师。他站在屋顶，望向远方。来了多年，却忽然发现这地方他根本不熟悉，眼前荒凉的戈壁仿佛正是他的一生。他孤星入命，自幼父母双亡，唯有兄长作伴。这样的身世让他早早学会自我保护，想要不被拒绝，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拒绝别人。命书有言，他的婚姻有时无名，从侧面也映射出大嫂的孩子或许就是他的。当晚，他饮完了黄药师拿来的那坛醉生梦死，继续着自己的人生。镜头又回到影片开头，欧阳锋对着镜头诉说，此刻我们才明白，那其实都是他自己的故事。他时常眺望白驼山，仿佛那里依旧有一个女人在等他。那坛醉生梦死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神奇的效果，只不过是大嫂留下的提醒，让他永远记住他。1年，欧阳锋一把火烧了他的客栈，策马西行，重返白驼山，称霸一方，号称西毒。最后一幕，欧阳锋披着长发，在硝烟中挥剑大杀四方，最后定格在张国荣身上。这是导演王家卫对哥哥张国荣的致敬。因为张国荣先生在2003年的4月1日，因为某些原因早早结束一生，永远离开了大家。在这里，不知道各位观众是否已经完全理清电影的故事线。王家卫惯用的非线性叙事，让剧情扑朔迷离，角色的情感关系更是交错复杂。所以 UP 在当年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并没有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各种含义。这部《东邪西毒》很像是一壶陈年美酒，初尝口感泼辣难以入口，而再尝便能体验到其中的精髓。每一次观看这部电影，都能随着年纪的变化，体会出电影不同的感受。因为情感这个东西，会随着时间和年龄的变化，有着不同的见解。王家卫以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开创了一种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另类武侠电影流派。他借用金庸武侠的壳，注入现代哲学的思辨。影片中几乎每个角色都深陷情感的泥淖，难以脱身，打斗场面寥寥，更多笔墨落在了孤独而错综的人心上。也正是这些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共同构筑出一个真实可感的江湖世界。东邪西毒的深刻在于，它解构了武侠的浪漫外衣，直面共同的命运。我们都是时间的过客，在记忆与欲望的沙漠中寻找绿洲，而唯一能穿透迷雾的，也许就是那份承认孤独的勇气。正如欧阳锋最终烧掉的客栈，灰烬中才有新生的可能。东邪西毒里的人物看似纠缠于江湖，实则困于执念。王家卫以武侠为壳，化作佛理寓言，众生皆是求不得的化身。他们的命运正是一场从执迷到破忘的悟道之路。欧阳锋将自己放逐于大漠，他所固守的龙门客栈，实则是其用理性与交易为自己构筑的一座自我牢笼。他不断重复，要想不被人拒绝，就要先拒绝别人，这是典型的我执，用自私保护自卑，用算计替代真心。直到大嫂死讯传来，他饮下醉生梦死酒，才发现记忆从未消失。醉生梦死并非解药，而是试炼。他最终明白，放下不是遗忘，而是承认痛苦的存在，与之共存。黄药师每年替欧阳锋看望大嫂，以为靠近别人的爱情就能填补自己的空虚。他招惹桃花、慕容燕，不过是在他人眼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直到目睹桃花凋零，慕容燕成独孤求败，他才发现一切皆是虚妄。拈花一笑终成空，他喝下醉生梦死，忘记前程，实则是觉悟到情的不可占有性。大嫂嫁给欧阳锋的兄长，只为争一口气，最终在等待中红颜老去。临死前，他说：“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看着镜子，才知道自己输了。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他的悲剧源于将爱情视为博弈，殊不知嗔恨是双刃剑，当下即是永恒。他悟得太迟，若早知醉生梦死不过是玩笑，或许会明白爱无需证明，存在本身已是圆满。盲剑客明知会死，仍迎战马贼，只因故乡的桃花已谢，妻子移情黄药师。临终前他说，血从伤口喷出来的声音像风声，很好听。生死一如，烦恼即菩提。他听见的不是仇恨，而是美，这是对宿命的终极接纳。
眼盲而心明，肉体之盲反衬心灵之醒。他比许多明眼人更早看破虚妄。他在哥哥慕容燕与妹妹慕容燕的身份间切换，实则是爱恨交织的自我战争，最终对着影子练剑，成了独孤求败。心魔由心生，亦由心灭。当他接受天下第一的孤独，便与幻影合一。最大的敌人原是自我，无分别智，男女爱恨皆虚象，唯有剑影映照本心。洪七的江湖简单到令欧阳锋费解。他曾困惑于闯江湖是不是不能带老婆，后来为了一枚鸡蛋替孤女复仇，失去一根手指却说值得，因为痛快。直心是道场。洪七的笨恰是慧根，他不算计得失，凭本心行事，反成了唯一能带老婆闯江湖的人。正因为心灵未被功利污染，其武功与人生才得以保持纯粹的锋芒，从而成为片中唯一真正闯出江湖困局的人。王家卫的江湖何尝不是人心的道场？每个人物都在用一生演绎。悟道不是成仙，而是承认自己是个凡人；不是摆脱痛苦，而是学会与痛苦共舞。正如欧阳锋最终明白，当你不能再拥有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本期东邪西毒解说完毕，欢迎关注、评论、转发，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努力的动力。